您有膽量在警察面前闖紅燈嗎？看好了，这輛車就敢。Where'd you learn to drive, you moron? 这下可爽歪歪了呀！男人臭骂的对象竟然是2个西装革履的警察，而且看样子级别還不低哦。倒霉蛋也意識到自己惹上了狠人，於是立刻笑臉相迎。可墨鏡男啥時候受過這種氣啊？二話不說，先來一波正能量搜身，即便沒有搜到違禁品也沒關係，因為以他國土安全局特工的身份，隨便告男人一個拒捕罪，那就跟玩一樣。這時街邊的熱心群眾們不樂意了，紛紛指責特工在故意找茬。而剛剛在一旁目睹了事件過程的巡警也站了出來，可特工卻說男人是故意碰瓷兒，還犯了魯莽危害罪和拒捕罪，要求巡警立刻抓起來立案。但女警講話了，你們國土安全局也管不着俺們巡警呀！哎，你說巧不巧？另一個光頭佬竟然是紐約警局的警督，他們是臨時成立的聯合反恐小組的成員，人家這會兒正要趕着去法院，所以將抓捕男人的活現場分派給了2個巡警。這下不樂意也不行了呀，畢竟人家官大一級壓死人。隨後男人被關進了警局，按照流程小杰需要給男人做個筆錄，可他突然就激動起來了，因為自己是敘利亞人，而且已經在紐約居住了20年，眼瞅着就要拿到美國國籍了，偏偏這時候攤上這碼子事兒，男人擔心的是怕被遣返回敘利亞，畢竟他得罪的可是國土安全局的人啊，這還不是人家一句話的事情嗎？都說小人物的辛酸誰懂啊？可在這件事情上他自己就真的沒有責任嗎？雖然小杰很想幫他一把，但目前看來想要擺脫指控，只能靠他的律師了。即使小杰嘴上這麼說，可他下班後依然找到了警察局長父親來尋求意見。千萬不要誤會，雖然這對老夫來說就是件芝麻綠豆一樣的小事兒，但小杰也僅僅只是和父親探討，而不是走後門哦。畢竟這一家子警察還算是挺剛正不阿的。老夫給兒子的建議是讓他自己決定立場，在咱看來這不就跟沒說一樣嗎？可小杰似乎已經明白了自己接下來該怎麼做，但沒想到第二天男人就出了意外。律師說他在監獄收押時被其他囚犯打成了重傷，原因也很簡單，就因為他是阿拉伯人。律師來找小杰的目的其實是想讓他轉為目擊者，替委託人作證，可這要求實在是有些難啊。不是小杰鐵石心腸，而是誰碰上這種事情都會很難辦的。但好在事情的結局還算說得過去，因為小杰私下裡找到了那位紐約警局的警督，結果人家並沒有意願出庭指控，之後也無罪釋放了那個被打成重傷的男人。難道真是小杰勸動警督收手了嗎？但老爹聽到結果似乎一點也不感到驚訝，或許他早已私下動用關係幫兒子鋪好了路，又或許特工和警督真的突然大發慈悲了。那麼你覺得呢？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